白修罗，送给你，用了它，我的眼睛就可以回来了。白修罗，终于见面了。人的欲望总是无休无止。我美于，所以他们要为了一个虚幻的神仙，逼死一个人，逼死一个真心又不求回报的帮助了他们的人。如果白修罗真的能实现一个愿望，你会许什么愿？荧惑守心，对你来说很重要吗？那我帮你去查，查到了告诉你。你后悔吗？我从来都不会为自己做出的选择而后悔，而且我是真的很想回答出你的每一个问题。绕了一圈，是男是女都不知道。那接下来咱们等着，明晚继续。今日已经打扫金蛇，即便他想故技重施，也要等下个月了。下个月，下弦月之后就不会这么亮了。这还怎么查呀？去查查牵引剪纸的线。这线表面光滑，容易脱手，比寻常丝线要粗一些，而且有韧性，很难被扯断。哦，看仔细了，不然一会儿这痕迹就要消退了。这把软弦像是从未用过。大概是吧。娘子的衣服和用物，在丧礼之后都烧了。这些东西是她生前喜爱的宝贵之物。娘子双亲已经离世，据说有个表亲在湖州做生意，还没来到西京，所以这些遗物都还留在宫里。王三女是什么时候册封的？我怎么没有印象？小半年之前。半年前，宁远公主刚薨逝不久，贤主无心顾及其他。娘子生前可有身孕？没有。这是娘子最宝贝的妆奁，每次打开都不让我们在身边，里面的东西能摆弄好久，又哭又笑的。如此严丝合缝，应是利用了存宝机关，只是不知规律。若莽撞用力，怕是会将这妆奁毁掉。我是神。小兄看出技巧了。这些看似花蕊的圆片连接在一起，组成了衣袖。只是有几个新的位置不对，按照规律将其归位，幕后就能打开了。不愧是太史丞。这些就是王才女的宝贝。哈哈哈，你猜呀？
猜什么？那还要我讲？怎么是你呀？怎么，又梦到先前那位凤玉娘子了？不许胡说！平白无故的玷污别人的境遇，哎呦，这就舍不得了。我已经治世了啊，别来烦我。这次不让你试毒，帮我查查这些都是什么东西。行，放这儿吧，赶紧走吧。我什么时候能喝到你的喜酒啊？你呀，这辈子也别想了。你还不走啊你？哪壶不开提哪壶。把春梦，把它做回来。唉。有人把市面上能找来的类似的丝线都找来了，不过具体是哪一根，还得劳烦萧兄陪我试一下。是这个。手感一样，光泽都一样，应该没错。就是它。痕迹也一样。你们是在看手相吗？给我也看看呗。找到那根线了。看手相还能看出这个？丝产线。这个我有印象。之所以叫丝产线，是因为它以丝绕丝而成立性极佳，用在琵琶、阮弦这类乐器上做弦。不过民间多用长弦，只有富户或者宫里的教坊司才会用这种丝产线。王才女先前就在宫中的教坊司。县主喜欢这曲子啊？我阿娘喜欢。阿爷出征时，她总在家里弹这首。这香薰的我眼睛痛而已。这首曲子是圣上去年命人为上巳节做的，太史丞居然不知道。萧某的确不知道，但刀王妃善弹琵琶，我幼时确实有所耳闻。是吗？我早就忘了。萧兄，我们来打个赌吧。查案是为真相，不是为分个高下。怕输给我就直说，大不了被我笑话。赌什么？赢的那个人定。你觉得是谁？这里用丝缠线的乐人不少，但根据那日的推断，身高在5尺7寸以下，手劲儿很大，走路时身体重心习惯在左方。现在他们都坐着，只这么看，我决定在那位琵琶郎君和唐琴娘子之间。县主先说吧。我赌那位唐姓娘子。
那晚的黑衣人看上去和这位娘子身形相似，他和黑衣人之间只差一双大鞋，仅此而已。重点是他的手。他所演奏的部分，手指跨度大且速度快。他的手不但比别人灵活，还更大，想必操纵起纸片灵巧得很。照县主的所说，台上的乐人多少都有符合之处。我倒觉得那位琵琶郎君更有可能。那晚你们二人相识之时，他是右手发力，琵琶郎君左手按音，轻盈灵活；右手拨弦，刚劲有力，与那黑衣人相同。他怎么不唱？县主，金二郎只弹琵琶，从不唱呢。这支曲子叫什么？千山渡。别人都在后台领赏，你要溜到哪儿去？娘子独身来到此处，被旁人看去恐怕不大合适。哪里不合适？在下身份卑贱，恐误了娘子清誉。果然和一般男子不同，难怪那唐琴娘子说找金二郎要凭运气。阿好不值得娘子如此费心。告辞。急什么？陪我说说话。娘子请自重。哎呀，弄疼你了。你受伤了？教坊乐人有伤病，不足为奇。只是弹琴，怎么会有淤青？谁伤了你？我给你报仇。我素来与人无怨无仇，多谢娘子关心。放开我！17日那晚，我们分明在寒凉殿见过，你却如此生分，我好伤心啊！那晚我在苏婕妤宫里奏乐，并未见过娘子。我问过了，那晚你的确在苏婕妤宫里，不过你并未领赏就提前走了。苏婕妤的妹妹对你念念不忘，你没拿的礼物，她今日还特意给你送来了，一把罗甸紫檀琵琶，金二郎应该会很喜欢。只可惜二郎走得太快，又让那娘子扑了个空。什么时候不领赏，也成了罪过。不领赏不是罪过，但在宫中装神弄鬼、蛊惑人心，却是重罪。
旁人指着这是罗甸贝母拼出的花朵，殊不知这点点贝母组成的，却是掌管五音六律的异秀。如此精美的妆奁，实在少见。在这皇宫中，竟然有2个，另一个在哪？你应该很清楚。有一枚打磨得一样的珠片，此刻就在内野区，是在寒凉殿的窗下找到的。你若还是否认，我们大可对比一下。真是不小心，怎么装神弄鬼的剪纸就不知道毁掉呢？还不肯说？那我就只好以教方越人秽乱后宫的罪名，把你关进内野局了。我还以为县主有多大的本事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不如此，怎么让你这位王才女的好姐妹开口？你如何知道？太史城卜了一卦。教坊女子难免被王公贵族骚扰玩弄，我怕麻烦，才一直以男装示人，却还是难掩魅力。县主莫要取笑我。教坊司选拔严苛，乐人们也都技艺高超，也有自己的傲气。我是从民间被选中辅乐艺的，初入宫时没少受欺负。幸好遇到了玉树。你技艺不精，当不得这差事。我若技艺不精，又是如何被选入宫？谁知道你是靠什么被选入宫的呀？技艺如何，比一比就知道了。他是街头卖艺的，你又是什么来头？什么来头不重要，在这里不是凭本事说话吗？什么时候论起了出身？玉树家境殷实，是为了精进技艺才入宫学习的。他为人有几分傲气，最讨厌勾心斗角和拜高踩低。也是因为有他，我在这里的日子才好过一些。我们一起弹琴、作曲，一晃就过去了3年多。我从小无父无母，他家中双亲也早已亡故。我们相约服完乐艺，一起出宫游历，眼看着日子就要到了，直到那天。
2包果粉是从你屋里找到的，1包是雪姨娘最喜爱的，1包是她最厌恶的。你用操控雪姨娘的方式帮白修罗做了不少事吧？玉兰树下的人参子，祭坛旁的迷阵，淑妃的礼仪，都是你干的吧？有多少人知道公莲要迎请白修罗？许多信徒都知道。又有多少人帮他做了最后的决心？不知道。罗志安、潘永琪、点将，还有你。我们是在帮他。如果白修罗也让你去迎请他，他将是我的无上荣光。与君归西。不是，你死不了，白修罗也来不了。来人！县主，看好他。是。县主，查到了，西南人，通巫医之术，初秋时期，自称有一种治病的秘法，不需要喝药，只需要按照一些仪式，在水网上空写字，之后将碗中之水喝掉就可以治病，还真有人治好了，不少工人内侍都来找他，赚了不少钱。什么人？宫中负责守夜报时的内侍王安平。晚上在宫中走动倒是方便。他人呢？扣下了，正在搜他的屋子。你就是白修罗？不什么不？海底了。是，我是，但不完全是。好好说。县主，我只是让他们精心供奉，许诺他们来世都可以投胎成为大富大贵之人。县主，他们最多就是给我一些供养，但绝对都是自愿的。我就是想搞点钱花，我根本没想弄出来人命呢。白修罗杀人的事跟我无关。这些人的死与你无关，那公莲呢？内业局当时就已经调查过，公莲是自杀。你怂恿一众信众，逼得他走投无路，你手上没有沾血，就能说自己是干净的吗？可杀他的不是我，就算把我带到圣上面前，我也无罪。太师承，
晚上好。今晚的星星好多啊。县主是否记得，你曾问过，为何进太史局？当然记得。为何？为了你。我回家后问了母亲，母亲说，只有进了太史局，才能学习星象，普通人不能妄议。可进了太史局，只有每年上元节休沐时才能与家人相见。当时没想这么多，我原本以为我很快就能回答出你的问题，但进了太史局才知道，要学的东西有很多。想要学占星，需要很多年，但这可难不到我。上元节是太史局官员和学徒回家与家人团聚的日子。那期间，太史局人很少。找到了荧惑手心的寓意，也发现了你父母为何忧心。荧惑泛心，战不胜；火手心，大人议政，主去其功。15年前，有人用此星象暗指我的父亲。你太傻了，就因为我的一个问题，害了你整整15年。可是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你后悔吗？我从来都不会为自己做出的选择而后悔，而且，我是真的很想回答出你的每一个问题。闭上眼，听见风。天晚了，我要回去。佩仪，今天是你生辰，我从不过生辰。我知道。每年今天，我都会格外痛恨自己。为何是我独自活在这个世上？如今老鬼头也因此事而死，活下来的人还是我。你活在这个世上，是因为你才是那个能为他们寻得公道、沉冤昭雪的人，而且你并非是一个人。这件事还没有结束，
他们迟早还会找上我，甚至找上你。我不想再让，想再让我身边之人受我牵连。裴言，你只需要明白我的心意，但不要把它当作负担。而我会为自己做出的选择。若是没猜错的话，今夜的这出好戏，是你替短工安排的吧？武将军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就是闲逛至此，刚好看到你替短工讨薪，没想到你还挺仗义的。老有所得，天经地义。他们心安则意平，心静则无疾。我听显儿说，武将军也常在所住营地接济流民，还带头开荒种地。你这可是仁义之举啊！不过是杯水车薪罢了。士族中的某些人不仅坐拥田地之利，还倒逼农户贱卖良田，因此流民不绝啊。听起来，武将军有些灰心。那你呢？就算一时帮短工讨了公道，可欺压平民之事屡见不鲜。难道你从未灰心吗？我只是觉得，碰到了，能帮一个，是一个。此番回到圣都，能结识你这样的朋友，也算是不虚此行了。择日不如撞日，你我不如去找显儿，一起喝一杯如何？好。在那儿呢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他是我们短工的恩人。恩人，幸亏有叶新一，我们才能讨回工钱。兄弟们，谢谢叶新一，谢谢叶新一，谢谢叶新一。兄弟们，日后我们绝不许有人再说那安心馆的坏话。对，不许再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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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让你们粗手粗脚的样子，别把我的恩人吓着了。抱歉，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好了，还堵着干什么？哦，哎，散，兄弟们，散了吧，散了吧。这大半夜的，多谢叶新一为我解困。没什么。啊，叶新一，彩云还有一事相求。何事？我家里有个病人，想请你给看看。哦，放心，诊费我绝不拖欠。只是此人这里不太正常，不敢带出来，能否烦劳叶新一跑一趟？你去吧，你我改日再聚。啊，这边。几年前，我在大街上看见他被几个地痞欺负，打得浑身是伤。我看着实在可怜，就带回来了。为什么这么热的天，还给他披巾啊？哦，那披巾是他自己的，他走到哪儿都抱着，不肯松开。带回来就这样吗？带回来的手就这样。知道他叫什么吗？不知道，大伙儿都管他叫疯老汉。别打我！别打我！坏人！蔡老板，你先退后一步。你的披巾很好看，是你自己织的吗？披巾。他现在神志不清，这种情况只能一点点来。我会定期来给他诊治的，但有一点，不能让他再受刺激。哦，那他能治好吗？我只能尽力而为。
叶心怡，你终于肯来找我了。跟我讲讲吧，你是怎么去到的万国香？我家是农户，户部的小吏总是用各种名目增加粮税，如果交不上，就只能贱卖田地。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，我选择委身于一个男人。可那个男人日复一日的折磨我，我很害怕。我好不容易逃回家，可是万国香的花娘却找上了阿叶，说要用一袋盐来换我。阿叶见严金贵，他便用我去换了那袋盐。闭上眼睛。从这一刻起，我们去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只有你和我。我能感受到你的痛苦，这里很安全。你想说什么都可以。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人需要我了。我很累，我真的觉得活得很累。我总是为他人着想，从没有伤害过任何人。可为什么到最后，受伤害的都是我？你不想别人受到伤害，可你却一直在伤害自己。李哥，你要先照顾好自己，才有余力去帮助别人。你看这世间像不像一个百戏园？欢喜悲伤，每个人的体验都不同。每当你产生我被家人抛弃，活着没有意思这样的念头时，不如换一个想法试试。我终于离开伤心之地，我凭才艺供养自己。日积月累，你会有怎样的人生，都在这一思一念间。你感觉好些了吗？感觉好多了，好像心里面有一块大石头放下了。往后你要照顾好自己，若心绪再有反复，随时来医馆找我。对了，叶心怡，你之前看到我手上的烙印，为什么想知道那个人是谁啊？因为受到伤害的不止你一个。好，我告诉你，我知道的一切。
半年前，我委身的那个男人，就是琅琊郡王李宗旭。被他染指的女子，都会被烙上昙花印记。肯定犯了七出之条，真丢脸！那他可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那可怜的孙女儿啊，被歹人骗进宅子，坏了名声，婆家也不要她了。我看她精神头越来越差，怕她寻死觅活，就带她找巫医瞧瞧。害死我孙女儿的人，我诅咒你们！你们不得其死，不得往生，不得其死，不得往生！不得其死。
登高望远呐。哎，你看，从这儿就能看见邙沟。我来给你讲讲我的计划啊。我准备将河道凿宽3尺，将行船改进，东侧建一批原料作坊，西侧圈地驯兽，贱民我可以买下一半。我不记得了，我答应过将这片地卖给你。你说你一心为邙沟人操劳，不惜得罪世家都要禁止龙门赛，但为什么邙沟人不但不感激你，反倒还颇有怨气？龙门场至少给了邙沟人一个选择的机会，让他们看到了逾越龙门的希望。现在希望没了，不过我可以给他们新的希望，比如说送他们去番邦学做生意。你想想，到时候会有多少人争先恐后？琅琊郡王没有官职，也没有实权，可朝中很多人都得敬你3分，就因为你是李氏宗亲。可我还是要提醒你，这几年来你们李氏宗亲的日子不好过。到底是从邙沟爬出来的人，根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父子。父子，头上是屋顶，底下是田地，中间是人丁。圣都1亩地就要2万文，所以，就算你当了官儿，延庆坊那套宅子也是租来的。我呢，哎，从出生起就有别人拼一辈子也得不到的东西。就是因为这个“李”字。你真的明白你我之间的差距？你根本不了解邙沟，以为邙沟人可以轻易被利用。我告诉你，没有我点头，不会有人跟你做生意。谁说我要跟他们做生意了？哦，你以为趁着邙沟地价低廉时，你拿到契约，河道就真属于你了？邙沟永远是官家的，我可以让市属令重新拍卖，到时候以你的财力，能跟我争吗？勾结梅党，弹压李氏，就算扳倒度量又如何？你只不过是梅党的一枚棋子。以你的出身，谁会拿你当自己人？你的位子来之不易，小心呐，袁绍卿。秦军，这片归你，琅琊郡王府那片归我。谁不知道这边都是穷人，琅琊郡王府那块都是有钱人。少废话，谁赢了，郡王府那块归谁。好。你在这儿待着干嘛？臭烘烘的！走走走，跟我去后门。哎，好。哥，少成，我跟你说，什么事？进去说。袁少卿，你就是新军啊？少卿，他是从小和我在邙沟光屁股长大的兄弟。听温玉说，你做清剿头做到了富庶坊，为争地盘，没少打架吧？这富人的货养料足，价格就高，大伙想多挣点，这抢起地盘来，磕碰是常有的事儿。一个月能赚多少？这以前在延庆坊顶多挣180文，这到了富庶坊，可以挣960文，足足翻了5番啊！他倒挺会算账。打架有什么用？见过血吗？以后跟我们干，经常见血。大哥，人家刚来，你别吓唬他。开个玩笑，紧张什么呀？你这兄弟脑子还挺灵，但是这胆子嘛，还得再练练。这是要你的意思了。放心吧，以后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
袁少卿，你一直是我最敬佩的人。为什么？你能从蒙沟杀出来，靠着自己一步步立战功、升官职，现如今身居高位，这谁不敬佩啊？文宇，带他去账房，给他安排个差事。好，走。谢谢，谢谢。怎么了？这眼看就要当父亲了，不高兴啊？少成，我们以前见过太多死人了，太多了。从金元回来后，白生总说我过得浑浑噩噩，直到有了孩子那一刻，我突然感觉我自己又活了过来。但我怕自己做不好一个父亲。记得小时候我在芒沟桥头挑沙子，偶遇了一泼皮，挡了他的路，他一脚就给我踹到了河道里。等回来的时候，你看着我浑身脏兮兮的样子，二话不说，当一脚夺门而去。可你回来的时候，你浑身也是脏兮兮的，我以为你也让他给打了。可你猜后来怎么着？哼，那泼皮他娘的就没敢正眼瞧过我一眼。你从来没有和我说过，可我知道，我身后有一个好大哥一直护着我，你也一定会是个好父亲。对了，还有件事。李宗旭找过我了，他知道我投靠了梅党，所以他威胁我要买下芒沟的河道。这是一种试探，但是这也是一种警告，他随时能对我动手，让芒沟失去庇护。他要将芒沟人的命攥在手里。该死的！我们得罪李氏了，迟早的事吧。士族们一直阻止我改建为良。如果不把李宗旭，还有他身后的那帮老顽固们弹压下去，贱民们就永远翻不了身。来点猪肉吧，不了，下次来啊！吃的真香啊！新鲜的猪肉，来点吧。怎么办？很喜欢，当初我一直披着它。来点吧，这新鲜吗？特别新鲜。我的天啊！来点吗？哎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你害我好找啊你！走走走，回家。咋了，黑子？别叫了，别吓着我客人。回来啦。有件事要告诉你们，彩莲，我希望你听到后要冷静。好，你说。给你烙下七叶昙花烙印的人找到了，是琅琊郡王李宗旭。彩莲，霓裳。平安，是李宗旭，怎么会牵涉到他？他可是李氏宗亲，那这水不能再淌下去了，太深了。是很深，所以现在我让你们自己选，要成亲的去成亲，要过日子的去过日子。我只有一个选择，不管那个畜生是什么身份。必须付出代价。我早说过，御史案一日不发案，污名一日未洗雪。就算是绝路，我也要走到底。我同意。那现在。我和丹心说一下我们查到的情况。他表面救济穷人，经营的盐铺、布坊为不少人提供了工作，实则背地里勾结市属令垄断经营，用各种名义让那些小商贩交钱，就像是入市钱，把他们逼得走投无路。李大善人，放过我吧！你们干什么？他笃信神佛，有常年上山祈福。给祭坛纳香火的习惯，
每半个月便要去一次万安山，还会请僧人来讲经。还有，离哥告诉我一件重要的事：李宗旭不能行人事。他都这样，为什么还要祸害人？正因为不能行人事，故施暴虐行径发泄。不要！有了这个，你就永远属于我，到死为止。此人如此残暴，疑心又重，想要靠近他，会很危险。正因如此啊，他的破绽才大。郎主，一切顺利，叶平安已经准备对李宗旭动手了。好啊，那就看他这条泥鳅和那条鲤鱼怎么在网里头互相撕咬吧。